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人在延安，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是人在上海，但是呢，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的王骁。欢迎收看视频播客。岛岛连线，过了2个礼拜，上一次呢，我们还在这个波斯湾波云诡谲的局势里面，这一次呢，我们要讨论一下。但我们现在录像的这个时候呢，是4月6号，明天4月7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呢，将会受邀来访问大陆，她将会来到这个上海、江苏和北京。所以呢，这一趟呢，我觉得也是规格整体来说是比较高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说，我拉上这个历史哥，你看历史哥还在出差呢。今天早上我刷这个视频的时候，还刷到历史哥对这个继皇帝大典啊有一段这个评论。现在这个历史哥已经是在这个两岸穿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也知道历史哥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嘛，因为你不是参与了这个叫做那个无党派的那个大联盟嘛，当时无党派大联盟刚好就是郑丽文女士发起的，所以说相信你和她也有很多的这种私交，然后呢，当时也建立了很多的工作的联系，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你有更多的超越新闻的这种相关的观察。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和大家就是聊这么几个话题。第一个呢，我是想说借着这一次郑丽文访问大陆，我们就可以来和朋友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的4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一些交流。刚刚解放的时候，这个大陆跟国民党之间的交流肯定是属于一个断档的一个状态，后来物理交流，这个对，物理交流。但是后来等到这个汪辜会谈之后嘛，开始，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汪辜会谈连战到马英九进入一个蜜月期，然后再到蔡英文时代，到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前郑丽文时代这一段的叫历史时期。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回顾一下历史时期，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可以请历史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叫做前郑丽文时代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形态，或者前郑丽文后马英九时代的一个国民党的形态。因为虽然说现在国民党主席变成了郑丽文，但是呢，其实郑丽文所面对的也是这个前郑丽文时代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些派系。所以呢，我可以让历史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民党里面的这些派系都有谁。哪些人呢高兴，哪些人呢对于郑丽文的出现呢不高兴，哪些人呢要支持他，哪些人呢憋着坏水，对吧？等等等等。然后呢，第三呢，也是希望可以请历史哥来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郑丽文，他是去年年末上任的，他的去年年末到现在也已经有了这么大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在上任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一次的登陆，大陆可能有一些什么期待，而在台湾，尤其是在国民党内，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所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咱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历史部分。这个首先第一个没有想到说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啊。那其实我在19年，当时我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当时就访问过他了。那一会他对新媒体还非常非常陌生啊，但这手机拿着。我就联络他，联络老半天都是简讯联络，大家知道吗？用这个手机短讯啊，台湾叫简讯联络。那这你该要个 LINE， 他说不会，你用短讯就好了啊。但那时候还搞不太清楚什么是新媒体啊，说访问这样 OK 吧？够了吧？我就走了。到24年结束之后，因为节目的关系，中天就一直把我们排在一起啊，也因为这样呢，就慢慢就聊上了。后来因为可能聊了几次，就常听我们就分析能够回应到他的一些论点他就主动问我说，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有赖啊？我说这个姐我没有赖。他说怎么可能？我没有加吗？就加了。他主动问我之后加了之后，我们就热络起来。那后来到了5、6月的时候，他就想组这个党外在野大联盟，他还特别找我去吃了个饭。他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做得挺好的。后来他想一想他应该再组一个团体，能不能够在第三方的角度来应对这个当时大罢免的过程。所以呢，他就去组了这个党外在野大联盟，并且号召了很多人嘛，包含馆长我然后这个郭正亮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当时我们也搞这个公投的这个助讲当时郑主席我都叫她丽文姐啦，我说姐也很爽快就答应了嘛，所以我们这个很有革命情感的。然后他有一天呢就说，你早点到电台，我说好，然后说我们就到电台的小房间，他突然就很认真的看着我，我想说，什么大事嘛？他突然就拍了我肩膀，历史哥我呢观察你很久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所以以后呢有很多事情这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就 OK， 所以
后来啊，这个肩膀一拍呢，哎呀，这个他拍了我肩膀，当然说我挺高兴，我觉得能够帮助到他这样层级的这个政治人物，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嘛，啊，对吧？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晚辈啊，那有一些对这个社会贡献啊，对这个能够对台湾对两岸都有贡献的挺好的。他后来顺利当选了，郑丽文的当选呢是超过50%的党员支持的，因为国民党采用的是党员直选制，好，这一点跟大陆的这个制度很不一样哈。就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保留这个党主席这样的头衔，它的组织架构呢，比如说国民党的中常会其实跟大陆的这个政治局其实是可以对应的，其实两党的政治结构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名称上有所不一样。这样的话，大陆的同学可能比较好理解国民党政治的结构，因为毕竟当年都是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之后啊所缔造出来的，所以常说国共是兄弟党嘛，都是列宁式政党，组织很严明的这个列宁式政党，甚至民进党它虽然是反国民党的嘛，但是它也只见过国民党这一种党的组织形式，所以说民进党其实也是一个列宁式政党。而且民进党人很多是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粉丝啊，比如说。这个陈菊的房间里就贴了一张毛泽东啊，比如说呢，这个陈时中前我们的卫福部这个负责人嘛，他是林彪将军的粉丝啊，他特别把他写到回忆录里面，这很罕见嘛所以他们建党的时候其实就是多所参考国共两党啊，那包含现在后来柯文哲建这个民众党，他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列宁式政党的这个逻辑啦哈，所以国民党它的这个政党呢，它的属性就很特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列宁式政党后来真正成功发展下来是中共嘛，就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逻辑嘛，人民民主专政嘛。但是国民党它又要适应现在这个肖哥说的德摩克拉西，就我们说的西式民主，所以它又得采用党员直选，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轴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的直选其实对国民党的整个党组织架构显得变得支离破碎，而且派系之间呢很拉扯、很撕裂。因为大家知道，一旦进入到普选制度啊，那就是三头林立的概念嘛，就是大家就这个各有这个党派。国民党啊，这个几历兴衰啊，到现在算了130几年了，但国民党目前的体制其实已经跟大陆这边其实落差已经很大。它主要的问题在于说，它不太适应现代这种西式的民主德摩克拉西，但是呢，它又必须得去适应。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国民党我觉得它关键是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因为刚刚到达台湾岛上的时候，国民党是台湾岛上的叫做绝对执政党，就是蒋家王朝嘛，老蒋加小蒋统治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而且老蒋加小蒋统治的时间全部都是戒严时间。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军政府，虽然说小蒋不是以一个军人形象在进行统治，但是小蒋其实他所推行的也是一个军政府体制嘛。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台湾自己内部，国民党自己内部经历过蒋家王朝，到李登辉转型，再到陈水扁时期，国民党失去政权，所以说以前的国共之间的联络。某种意义上来讲，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说军事上面的，那都是相当于是到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络。再到此后蒋经国的末期到李登辉时代，那么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络或者国共之间的联络呢，它又有一点变化。它的这个变化呢，可能是在于，就是说它不是绝对代表台湾。再到后来，比如说进入了陈水扁时期，其实我们也知道，双十会谈之后。两党1号人物的再一次见面，就是连战。连战那个时候的形象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最大反对党的一把手。所以说，国民党自己在这个历史中，它是在不断的改变着身份的。这就导致呢，国共两党的交流，它其实也在不断的改变着情况。而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次这个转变，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汪辜会谈。那我想知道的是，台湾今天如何去谈论汪辜会谈？第一个名词就不一样啊，我们叫辜汪会谈啊，这个主体性的差异啊。第二个，这个辜汪会谈当时在92年的时候，最后达成了政治框架嘛。这个政治框架就是我们后来所称呼的9·2共识。9·2共识这个名词是后来由苏起老师啊。他所定下，苏起老师当然在国民党里面那是绝对的两岸大师。9·2的会面呢，那所形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啊，他最后把它用9·2共识来概括了。因为首先呢，这个叫创造性模糊嘛，
什么是创造性模糊呢？即两岸在政治的谈判上面呢，它可以慢慢来进行，但是在事务层次的交流它必须快速且这个有序的来推广。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小蒋就蒋经国的后期第一个老兵探亲已经开放了，当年有非常多的这个国民党老兵，他其实是10万青年10万军他可能12岁14岁就被国民党抓了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各种因素的，他就加入到国民党部队，然后接着在国共内战当中，最后因为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嘛，所以呢就跟着国民党部队呢就撤退到了台湾，然后最后等于说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甚至有些人他的太太孩子都在对岸，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这开放探亲之后，当然通过香港这个中介这个慢慢的完成。可是呢，随着老兵探亲呢，又出现一个问题，就台湾人到大陆去投资、生活等等各个方面，他有一些事务性质，他必须解决，否则你两党你是对立所以在那个氛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情嘛。首先是在小蒋的最后这个1年的时候，他进行了解严，也就是结束了这个军事管制的状态。因为戒严的话，宪兵就等同是警察，他等于是军事管制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就是到了这个国安会谈，就大陆的汪辜会谈的时候，是李登辉在执政的，他呢就把这个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给废除了。什么是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呢？就是动员国家戡乱，戡什么乱戡国共内战当中对抗中共这个的压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法所以它这个等于是把整个的这个战时模式给解除。所以今天很有意思两岸从来没有任何军事和谈的条约，但是两岸各自用各自的方式来把战时模式转换成至少在民生上面是和平模式，但是军事上面继续的进行这个对峙状态。所以有人说国共内战没有结束，我也持这个观点，是从法理层次上的，但从事实交流上是结束，而这个关键标志就是辜汪会谈。那辜政府呢，当时代表国民党政府，而且辜政府辜家在国民党里面相当有势力，因为辜家他们是这个士绅望，辜家的势力很大，那他也成为台湾这个士绅跟这个国民党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他们家向来倾向跟执政者合作，所以当年辜显荣也是开台北城门给日军入城嘛，但是在国民党来的时候辜家也是选择跟国民党来进行合作，所以呢派这辜政府呢有个好处辜政府呢他们家里的特色就是什么，谁都不得罪非常的圆滑，而且呢辜政府本人他这个中华底子非常非常的深厚，他本人京剧唱得很好，他是京剧的票友常常自己下场挂个大胡子就是下场去唱，所以也基于这样，我觉得这个交流跟这个汪道涵先生辜政府先生两先生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好。当时成立这个白手套组织就是台湾的陆委会去成立了一个叫做海基会，那大陆的话就是由这个国台办去成立了这个海协会，海基海协两会透过这样子第三方的角色的半官方的这个基金会角色做白手套组织来做谈判。因为当时李登辉在的时候依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嘛，所以他等于是透过政府层次的事务性的谈判，搁置政治性的谈判，或者是延迟政治性的谈判，来形成跟共产党之间的一个有序交流。所以这也就让国共会谈呢，在两岸兵士之后，它一直都带有很强的这个政府属性，因为它开这个头的时候，它就是为了解决事务性问题而产生的。当年其实甚至一度谈到什么，谈到是不是两会互设台湾的在两边互设代表处，因为大家也知道两岸最大问题在什么签证关税这些，因为两岸的这个经济人员往来太密切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得解决嘛。签证就是台湾人到大陆去拿台胞证嘛，大陆人来台湾的话拿这个大陆人通行证嘛，所以国安会谈其实给国共的和解开了一道窗口，但是它没有完成，因为毕竟是政府层次的。紧接着国民党就卷入到了台湾风起云涌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当中你从今天大陆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颜色革命吧它主打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解放也就是自由民主所以96年第一波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李登辉来选举就这个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那李登辉以高票当选，然后接着2000年当时呢李登辉呢这个属意给连战但是连战呢输，因为宋楚瑜呢其实才是最有力的接班人，但李登辉为了压制宋楚瑜，而当年宋楚瑜其实是帮着李登辉去打败蒋家的残余势力的。这里面这国民党这个内斗是无限细分的如果他有100个兵，他会兵分101路这个国民党这个厉害就是这样。所以到了2000年连战输掉以后，国民党人是非常愤恨不平的，因为对李登辉是很不谅解，
所以后来李登辉也相对是变相被赶出党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串联一下，所以李登辉离开之后，连战开始主导了整个国民党的。当时国民党呢，因为他其实是连宋楚瑜分裂出去之后落败的嘛，所以他当时在这个立法院的力量还是相当庞大的，所以就撤走着陈水扁。那还有就地方的县市长多数还是国民党的状况，所以整体来讲他就撤走。但是他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陈水扁前1-2年呢，当时任用的不管是行政院长，有一个叫唐飞的，都是国民党籍的。后面就越来越加的，因为要跟国民党斗争，他就诉诸他的一个本土意识，把本土意识转换成台独意识做一个提炼。所以民进党的台独化并不是在2000年前完成的，民进党的台独化是在2000年之后，陈水扁对抗国民党的时候，逐步的完成。所以民进党有些人士就在这个05到08之间就逐步就退党了嘛，很多都是主张两岸比较对立的人士。最开始民进党的那个斗争的目标其实是反对国民党，可能有一些人有个别人会提出来，比如说台独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并不是当时民进党或者说那波人的斗争的一个目标，他们的整个目标还是反对这个国民党。这个陈水扁提出所谓4不1没有嘛，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路线，不推动统独公投，以及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什么是国统纲领？国家统一纲领与国统会、国家统一促进会。所以大家理解，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这个就牵动到了国民党该如何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之下来处置两岸关系。而两岸关系，大家刚才前面也讲了，它是透过这个国共的高层人士的互动来建立的嘛。但是之前是在政府端做了，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孤汪或汪辜会谈。所以他就把它延伸出来，所以就促成了两岸党首会面。那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连胡会嘛，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这是不是？这个肯定，我讲这个年纪再轻一点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但王骁肯定知道。对，那个时候那个哇，电视新闻全部都是这个内容，就报纸，因为。对于大陆这边的，反正我们当时的那个回忆来说，它不单单是一个叫做连战访问大陆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它这有几层。第一层就是当然是国共会谈，这相当于是从双10之后，国共再一次的一把手的会谈。对，虽然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大家会觉得啊，这不就是一个在野党嘛？你建一个在野党有什么好这个说这么多的？但是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学历史，大陆的这个历史教科书，古代史半本，然后呢近代史半本，所以说近代史是一个很长的。然后呢，国民党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高的。虽然说很多人都说什么大陆不教国民党的那些东西，但是国民党的历史是大陆教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不单单是说负面，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人会说大陆只教这个国民党的负面，国民党的正面，国民党的历史价值，然后呢，国民党的这个历史事件其实都是讲的，而且呢，我们甚至是把这个国民党也是分成，比如说这个革命派和这个反动派，然后呢，哪怕是他后来变成了反动派，我们也会继续去细分，比如说他对于这个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和他对于中华民族做出的这个伤害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进行了一个讲解的。就是我们上一个所能够记住的，有具体的鲜明的形象的这个国民党的领导人还是老蒋嘛。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活着的国民党主席来到了大陆，而且呢是两党一把手正式的会面，正式的握手，那其实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毕竟中华民族是一个属于历史的民族嘛，我们在看待历史时刻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激动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呢，但是在另外一块是什么？在大陆从小的教育就是台湾同胞，所以呢，大陆人对于台湾一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印象。虽然说我知道历史哥你现在做这个互联网，所以说经常可能有一些人在这个评论区会冲你，但是我相信你在大陆我已经这个就自坦诚，好不好？这历史哥 ，A.K.A 扫码哥 ，A.K.A 蹭饭哥啊，这个没关系。如果讲得好，尽量打赏啊；讲不好啊，你尽量骂王骁，不是你骂我，你不要骂王骁。对。
没关系，我所以觉得我网友就是活泼啦，其实这无所谓。但是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整体来说，那个是属于少数。你在大陆，哪怕是今天经历了蔡英文，正在经历赖清德，哪怕是这样的情况，在来到大陆的时候，大陆人民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是的，对不对？是的，非常对吧？不存在说，比如说像大陆人台湾，比如说整个青鸟啊，对他们进行一个围攻啊，或者说口诛笔伐那样的一个状态，对吧？甚至有我们这边啊，叫做这个对面，比如说某些立法委员，甚至直接会号召自己的这种追随者去攻击大陆的这些我们叫陆配嘛，对吧？是的，是的，确实是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大陆人是非常友好，哪怕是今天这样的情况都是非常友好。那如果在当年呢？当年其实没有这么剑拔弩张，对不对？其实，在那个氛围下，我个人认为啦，当时大陆会非常激动，事实上国民党人也很激动，因为对于国民党人来讲，尤其像连战这一代老一辈的国民党人，他们是有历史使命感的。我很公允的讲，因为连战他家学很深嘛，你想他从他祖父连横，他的爸爸连震东。一辈子都是国民党员，尤其连震东这一辈子国民党员，他就是希望培养一个他的儿子做一个接班人，能够顶起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感嘛。虽然很多人对连战的能力啊评价是一回事，因为后来他儿子像连胜文先生，他有出来讲嘛，他后来也当到国民党副主席了，他也有出来讲他父亲当时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里面那个历史脉动，包含这一次国民党的访团里面，连胜武、连战先生的二公子。他也是作为这个国民党现在郑丽文党里面的这个执政团队啊，或者是党的领导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个党干部啊，也一起参与在这里面。那更甚者是有个历史的巧合，2005年郑丽文从离开了民进党之后，然后加入了国民党，当时被民进党人追杀，是谁给他一个怀抱的？其实是连战先生排除了众议，然后拥这个郑丽文入党的。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胡会，作为当时的国民党发言人嘛，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这。所以这个历史的桥梁跟嫁接，我觉得其实以我一个学历史来讲，因为王小也学历史，就是我们这样学历史来讲，你是会有我们就非常喜欢那种巧合，对吧？或者非常喜欢那种历史中的缘分。对，就是我更小的时候呢，就是台湾第一次实现这个政党轮替的时候，也就是陈水扁当选那一次。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在大陆成长的一个小孩，我在读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恐慌的，我不知道会不会爆发战争，所以说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然后呢，当我们后来在不断的看到，比如说陈水扁的各种表演，对吧？再到他的弊案出来，再到那个施明德领导大家上那个凯达格兰大道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对红衫军的行动，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关注台湾新闻的。我那时候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关注台湾新闻，我们甚至比关注美国新闻还要多去关注台湾新闻。所以说你要知道，当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那种心情不单单是说一种历史的感觉，更觉得是，我们好像要冲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然后呢，大家都认为 OK， 下一届肯定是马英九。所以说，当连战打开了这个历史的窗口之后，大家都是怀着一种充满希望的心态去看待未来的这个岛内的政治，然后两岸之间的这种交流。从这个肖哥的分享让我这很有感触了啊，就是说这个连战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跟受众来讲是非常有感觉的。但是我们家大家如果有翻过历史歌的之前的讲法，也知道，像我爸爸他们是深绿的嘛，他们是反对国民党的啊，这个他们就是跟着施明德上街丢石头给国民党警察的嘛。那他们这个在我们那个家庭氛围里面，对这件事情是质疑的跟怀疑的，所以这很有意思。两岸有很多不同的温度，但我知道我有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嘛，我问了他们这个是国民党，就说蓝营的孩子啊，可能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们很激动啊。那我们很冷感啊，这很有意思，这就是台湾这个很多元的一个氛围。但是这天肖哥刚才分享，所以国民党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它有一个压力，也有一个期许。压力来自于说要对抗民进党的台独叙事。他必须更进一步，而且必须跨过孤汪会谈的成效。所以当时呢，苏起呢就把这个名词给引入，就是9·2共识，所以就创建这个在这个9·2共识的基础之上，两岸有了这个对话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很简单嘛，就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然后各自以口头的方式表达，这叫做所谓的一中各表是这样来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中框架，创造性的模糊啊，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是中华
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啊，这个就留待大家日后的政治协商来做一些这个讨论，这个是重点这个梗很重要哈。那所以从05年之后，那郑丽文女士呢就当时就参与其中嘛，所以为什么她对于两岸重启会谈这些她很激动，但是她好像也显得很游刃有余，因为她很有经验嘛，她当年就攻逢其胜嘛。那所以05年的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后，国共的第3次和解就推动了。在这推动之后，最重要的是国共直接建立了管道，可以直接联系。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它是可以直接跟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就央台办，就是国台办的一个机构2套牌子嘛，对，就台办可以直接对接的，这个非常重要。你来大陆来太多了，你现在会的这个词太多了，一个机构2块牌子都被你给学会了。然后再来一个关键，就是05年之后接到马英九上台，这就是推动了在马英九时期两岸非常非常这个友善时期的一个基础。马英九时期整个来说，两岸的交流，我觉得当时是一个蜜月期吧。这个两岸蜜月期其实大家期待是很高的但是马英九为什么这个两岸蜜月期最后他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呢？我想有几个关键第一个马英九在竞选的时候呢，这个国际的大情势环境其实有一些变化了，这个奥巴马开始要重返亚太了嘛。那还有就是马英九竞选这个第2任的时候，他并没有在他的整个的他的政见里面加入到很重的两岸篇章，尤其是领导人会面。所以在这关键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落差，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德摩克拉西或者说西式民主它必须是要授权那个过程，而这个授权的过程呢，主要你如果提出了什么政见，那你当选了，不管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政见支持你，你都得到一层保护，就你想咋干咋干，反正当初你在实现你的政见，它有绝对的正当性。所以呢，当时后来这个两岸最高领导人的新加坡会谈，见完面之后，反而在台湾内部这个疑虑是增加的。所以大家也知道，14年有这个台湾化运动，就冲着这个 ECFA 就是两岸的这个自贸协定而去嘛。那就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天和地动，国民党紧接着在16年就失去了政权，然后呢就一直到今天已经已历10年了。这中间我想大家最好奇的就是那马英九下去之后，国民党整个到底怎么变化？简单来说，马英九时期虽然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不同的派系，比较有名的就是马王政争嘛，马英九跟王金平就是本土派跟马英九的斗争，但大体而言，因为马英九他都是高票当选，他有绝对的实权，但是进到了后马英九时代这个关键就很大了。这个上来收拾马英九残局的是朱立伦嘛，然后呢再来是洪秀柱嘛，而洪秀柱呢就是我们大家两岸都很喜欢的朱柱姐他最后一次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进行两党领导人会面之后，那16年之后的10年期间，其实国民党的变化是很大的吴敦义一直干到2020年，这个韩国瑜败选之后他就辞职了嘛。辞职之后呢，接着上来的是江启臣，江启臣大概干了1年多，但江启臣的角色比较像一个过渡角色。当然，他现在这已经做到立法院副院长，而且也通过国民党的这个提名要来竞选台中市的市长，大有未来国民党共主的一个趋势在走不过目前来讲还有一点远所以江启臣他比较过渡角色，他当时也是主打改革上来的。所以你认为是江启臣其实是原来的这个老的系统里面试图培养的一个接班人的角色是吧？这个可以这么说，这个有点复杂，我讲细一点。那我先把江启臣后面就是朱立伦第2次4年做满之后，在后面就是现在郑丽文，大家先把这个次序记起来。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些细节。从第1次这个洪秀柱上来之后，他试图推动这个两岸的一个进一步的深化的交流，尤其就是国共之间用国共这个平台来做，但是整体来讲并不成功，因为我们知道16年其实民进党就是踩着抗中保台这个大潮上来的嘛，所以国民党的地方，尤其是因为16年失去这一次政权，实在败得太惨了。那一次呢，是蔡英文高票当选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在立法院里面失去了多数席次，甚至民进党都接近了到修宪门槛的2/3了。所以国民党这些既有政治人为了要活下去很大程度他们就认为说，那会失败，就是两岸出了问题。那两岸出了问题就是国共太密切了，所以他们总结是这个逻辑嘛。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思潮，就是与大陆要保持和平跟友好，但是不要太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有一个词在大陆的这个互联网上，或者说就关注两岸的人开始就甚嚣尘上，就是独台。然后大家就慢慢就开始说
民进党是台独，国民党是独台，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说了这话了。原来独台在大陆这边看法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如果真要讲的话，确实，因为你采取冷和嘛，那冷和等于说两岸边还是有交流，但是最多到副主席层级而已。所以他经常就是说，国民党这边派副主席，大陆这边呢是政治局的常委来进行接见，以台办系统来进行接见的哦。所以他的逻辑就降层次了嘛。就是再往前推进的话，接下来是吴敦义。在18年的时候，国民党呢在地方选举大获全胜，当中最大的政治明星就是韩国瑜。韩国瑜又回来了，他因为属于李登辉派系，李登辉下去了嘛，所以他失去了这个立委的连任的这个资格之后，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因为韩国瑜他是苏起的学生，所以他其实对于推动两岸的交流跟和解这件事情，他是有，我认为在他内心里面是有他的使命感在的。从韩国瑜的角度来讲啊，哪怕他没有使命感，我觉得啊，他可能也会寄养，毕竟这就是他所学的本领。习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对吧？我感觉我就擅长干这个。其实你知道韩国瑜19年就选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选大选的时候，他的口号是什么？两岸和平的定海神针就是92共识，所以他后来简化就是两岸的定海神针就是92共识。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是苏起老师的学生。18年韩国瑜当选之后，他就开启了高强度的两岸交流吧，先去香港，然后后来去了深圳、厦门，当时甚至想要做这个南部版的双城论坛，但是韩国瑜后来被国民党征召去选领导人，去大选了，导致韩国瑜的声势啊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嘛。这也跟国民党内斗有关系啊。所以你看两岸有时候很复杂在哪里，就是因为国民党这边啊，它跟大陆这边不一样，它很不稳定，它又牵涉到派系的斗争。那韩国瑜异军突起呢，给吴敦义很大的压力。而吴敦义是奉行什么路线？其实吴敦义他本身是比较奉行马英九路线的，但是呢，他又是台湾的本土派系，他是来自于南投，南投县是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县。他自己也当过高雄市长，对吧？哎，对，哎，你这个记忆力真好哈。他就是他当过高雄市长，当过马英九最长时间的阁揆，然后呢还当过马英九的老父。我觉得他是相当于是就是中央派、本土派他都吃得开的。对，他其实是中间那个融合的角色，他既是本土派系，也是国民党的建制派，就是马英九这一系传下来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对两岸事务就采取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态度，因为他既要满足地方派系这个对于因为两岸问题而败选，尤其在选地方的时候，你提两岸问题其实加不了分嘛，那不是加分项，基本就是减分项，这个选举逻辑就是这样。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需求。那另外我这边也要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知道提到两岸问题，大家会有很多情绪，我们就进行一个技术性交流，对，我是一个用第三客观的所以大家当然尽量骂，我无所谓啊。但是我只是说，我们就是比较是处于这个从这个技术跟学术的角度，我们来做一些思考跟探讨。所以呢，吴敦义时期两岸的交流就减少很多，国共之间的层级也有所下降。那进入到江启臣，他无暇兼顾两岸嘛，所以他基本上呢是据说连贺电都没拿到嘛，因为他是个补选上来的。因为吴敦义是因为这个2020年大选败选引咎辞职，国民党这个主席是必须为选举引咎辞职的。那台湾选举是每2年一大选啊，就是地方大选跟中央大选它是交替的。这个18年地方大选，20年就中央大选这一直不断在交替这样子，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江启臣很快呢就下去了，主要原因是为什么呢？江启臣他最后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只拿到1成多的选票，但他主打改革，而当时另外一个主打改革在两岸也算是红人的谁呢？就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老师，张校长。继蒋校长之后，又有一个校长想来选主席了，喜欢被人叫校长的老蓝男。我跟张校长非常熟，我都叫他张老师张亚中老师，好，非常熟。好的，我不破坏你的关系。不，无所谓。这个我们该讲一定要讲。好，老师是能听得进阵阵真言的啊。最后他是以一个对建制派冲击的角色，拿到了4成多的选票，跟朱立伦的距离非常的近，而江启臣占了1成多，所以朱立伦以不过半的状况当选了国民党党主席。这件事情对国民党建制派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在张亚中那时候很新鲜嘛，他的一些论述什么的，因为他过去都当老师，他是以学术为主，所以在实战中不见得经到检验，但是至少好听。比起这个讲话很无聊的朱立伦跟四平八稳的江启臣，那就当然他就有他的这个吸引力嘛。
那当然他也没有组织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最后没有成功当选。但是确实在国民党的建制派的下面撕出了一道口子。当时如果江启臣退选，他会不会当选，我们真不知道。但是朱立伦是这个国民党当时成立已经120几年以来第一个党员选举当中没有过半的党主席，所以朱立伦是一个很弱势的党主席。那他接了这个摊子呢，遇到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会第一个党内有威信但又没威信。有威信的是他本身是属于国民党大佬系的，这里要讲一个国民党特色，国民党的派系非常松散，它是以门生故吏关系，以人际网络作为一个所谓的派系，都不成派系，叫山头主见。跟隔壁啊民进党啊那就不一样，民进党那个派系是壁垒分明啊，他们的派系有完整的智库啊、基金会啊、各种次级团体啊，然后他是可以完整训练，然后各个派系还要共治啊，然后讨论内部开会，非常日本的一个政党，对吧？然后国民党呢，我不得不说呀，真的是很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宫廷政治啊，对，这个对于朱立伦的这个行使他这个党主席的职权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是大佬，最年轻的大佬，那所以你想他是大佬派系的末裔，所以我说他既稳固也不稳固，因为这层身份对他来讲，他的号召力会存在于什么？国民党既有的一些旧的脉络，比如说企业界啊、募款啊等等这些能力，他就很强。可是呢，他又不得党员民心，那党员觉得你这老男人怎么又来了呢？对不对？你靠着这个国民党这个规则保驾护航，你才能顶住你的主席之位。你这个选票那么烂，好，这大家对他也有一些反感加上他自己的一系列的一些操作因为16年的时候曾经把洪秀柱给换了下去嘛，这个选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所以呢，就换柱事件嘛，他也伤得很重。不单单朱立伦这个事件对于朱立伦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朱立伦在大陆的形象，还有国民党在大陆的形象，整一个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伤害。这个确实啦，就是说，其实当时如果洪秀柱选到底也是输，但是呢，不会输这么惨，这点也跟大家说一下。但回过头来有个点朱立伦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党内公认为是亲美派的。他的太太那边是台南的一个望族，非常有实力的望族，他又是地方派系。他又是大佬，他的身份很复杂，他又有美国系统。那你看他会综合做出什么判断呢？第一个，地方派系始终对于太过于所谓亲中会导致败选这件事非常芥蒂。因为2020年韩国瑜从赢选到输嘛，关键认为就是韩国瑜的两岸路线出了问题，然后他呢就开始选择一定程度再减低两岸的一个交流层级，国共的交流层级，加强在美的工作，所以他重开了国民党的美国联络处，就是国民党的驻美代表。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就是朱立伦为什么会被认为说他逐渐变成只有亲美，然后对大陆是非常冷。我认为他们国民党人是没人敢明着反大陆，就是在郑丽文选举之前的这个态势。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一批，他可能是对大陆保持友好交流，但不亲，而对美国保持亲近，而且他们可能都有比较强大的美国背景这一系就成为朱立伦这一系的一个特色。国民党是山头政治，所以它是不断的排列组合重组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派系系统。朱立伦领导国民党作为党主席，他就会靠过来，所以就会把这一些相对更亲美优于亲陆的派系就集结在一起。但是他不到反陆。而且我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说朱立伦他在这个大陆人民的心目中这个印象非常非常差。他在修改党纲的那个时候，他还是明确的保留了叫做亲美抗共还是叫做联美抗共的那个表述，就是反共表述，他并没有把它删除。这个坑其实后来也让郑主席就很麻烦一方面是他在这个党纲上面的叫做联美抗共或者说亲美抗共，这个是在这个大陆这个方面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印象。然后另外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朱立伦所在的时期相当于是蔡英文执政的时期嘛，两岸的联系不断切断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迅速的。然后呢，对于大陆来说，相当于是以前建立的许多沟通的管道突然就
失去了。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当时的国际环境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首先是特朗普的第一届，对于大陆是一种猛攻的状态。那个时候可以说大陆内部的环境或者大陆内部的舆论压力非常大，然后国际上面整个对于大陆的围剿围攻压力也非常大。当时呢，19年的时候，香港又开始出来暴乱的这个状态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是大量的这种境外的势力在这边支持，美国、英国等等的势力在后面推动着香港的这一股力量，再和大陆进行一次总体的摊牌。所以当时对于大陆来说，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可以和台湾沟通的一个对象。那民进党难以沟通，那么和谁沟通？和国民党沟通。可是当时不得不说，国民党的这个沟通呢不顺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顺利。再到后来又到了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呢，国民党也没有去扮演一个推动两岸你说和解和平的这样一个状态，而是把很多疫情中的事情啊，国民党自己也拿来进行一个炒作。国民党在以前，它相当于是绝对代表台湾，相当于是你讨论国民党就是在讨论台湾。再到后来，你讨论国民党呢，是在讨论台湾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一个政治力量。然后呢，再到后来变成了国民党好像也逐渐的走向了一个跟大陆不亲，或者跟大陆没有那么好交流的那么一个状态。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很多国民党说的话，就是你可说可不说，但是你选择说。那么对大陆来说，就是你给我留下的这个印象，觉得是非常的难以沟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说大陆的一个舆论呢，我不是说这个官方的层面，因为我们也不了解官方层面到底是怎么看的。但是可以说在这个舆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留下的印象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也是导致为什么你说后来的大陆的这个青年人，要么就是不再关心台湾了。他不像我小时候是重度看那个两岸新闻，就是我小的时候你台湾所有的名嘴我全都认识，重度看。但是我们后面这一代的，比如说00后的这一代，不太关心台湾。你问他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关心。有没有看台湾的影视剧，也不太看。然后呢，有没有再看台湾的什么文艺作品，也不太看，就是这样的。时不时火一个很火的电视剧，他可能看一眼，但他不会把那个当成叫做我喜欢台湾当地的那种文化，而是叫做最近有一部很火的戏，我要看一下，仅此而已。然后另外一派就出现了那种我们说喊打喊杀武统这一派，他觉得哪怕是以前的那种可以交流的那种管道，或者说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彼此是中华民族这样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他眼里面看来都变成一种人了。我们知道啊，虽然说岛内可能是国民党，这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选举策略，但是从两岸的关系上面来看，很多的大陆人就会觉得，哇，那你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有什么区别啊？你还有什么区别？对，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大陆的青年的这一代，为什么他们变得越来越的激烈？我们不能只是说是这个国际环境，或者说我们不能只是说大陆内部的环境发生了转变。对于当时整一个朱立伦时期，我们可以说 OK， 你有苦衷，那是你的问题。但是他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尤其是在两岸的交流的管道和交流通道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表现的并不是非常出色，是这样的。是的，我想这个没什么好藏的掖着，就是说，其实两岸会变坏，国民党没有办法处到一个积极的一个正向的作用，是让人非常失望的。如果从一个后设的一个历史的观察角度来看，那国民党确实会让大陆老百姓感受到，那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的软弱？民进党是很强，没错。我觉得从一个台湾内部视角，或从国民党本位视角，他当然喊苦嘛。他说：“那我没办法，我面对民进党这样强势压境尤其这个国际大环境对于大陆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嘛。当时这个美国都喊出全球围中了嘛。我们也知道，川普1.0，他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发起所谓的新冷战嘛。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对抗，那你作为一个两岸交流的指标性政党，而且你有这样的历史渊源，那你应该做更多。我觉得要我讲我觉得国民党当时就是没有能人意识。很不客气的讲，朱立伦
他的能力就到那里，他没有能力带领国民党走出当时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这是整体国民党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发现以马英九作为一个节点，然后马英九之前所有的国民党的那一代人，他们总会说，哎，我是中华传统文化。你比如马英九还提出了正体字，对不对？以前我们叫繁体字跟简体字，就是繁简才是反义词嘛。然后呢，他提出了正体字，那正体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表达了。就是那个时候，他还会从叫做传统文化或者中华文化这个角度来去中华正进统行一些对中华正统，他会争一争。但是后来你越来越发现，不管他怎么聊什么大中华或者什么民族，碰到美国人膝盖立马软掉。你就不止，这就是从古至今，从国民党出生的第一天就碰到美国人膝盖立马软掉。这没办法，因为他们的创党孙总理毕竟是美国留学生嘛。好了，这开玩笑。我想两岸的观察，尤其肖哥讲出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嘛，就是你国民党为什么遇到美国人就软掉？我这可以从3个层次讲。实体层次来说，美国人在台湾那已经是深入四肢百骸了。美国人没办法直接控制台湾，但是美国人可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要说国民党3党随时随地都等着接美国人电话，他电话一打进来，3党的任何政治人物就非常惊讶。好，我私底下跟他们这些政治人物聊过太多了，我太清楚他们。我说你怎么那么怕？他说不是怕，那么他搞你咋办？确实这是美国人的能力，但是你有没有技巧，有没有能力呢？能去维护这件事，这是第2个层次。那有能力的，比如说郑丽文，这个爱新觉罗刀杀了进来，一刀斩向了他的副主席，尤其其实就是在处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萧旭成，就要给他死。但是郑丽文怎么处理成功的？他怎么去调动他的资源的？这个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处理吧。所以我才刚才说，为什么我从一个比较内外都有的视野来看的时候，我就说刚才国民党就真的没有厉害能够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好，但是退一万步讲，刚才肖哥讲到，谁管你有没有能人或意识？你国民党整体来讲，你们就没膝盖，你遇到美国人你就软嘛。这个是整个郑丽文在上台之前，国民党的基层对于国民党的主流政治人物不满的地方。就美国对台湾越来越加严厉，对你国民党也爱理不理的，只会打电话来给你施压，或者用各种东西搞你，你至少震怒一下，虽然就此一震，那也都得震一下。你的虎躯一震，震完虎躯还在不知道，但你得一震吗？但是他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诉求。你说他反美吗？我觉得不到反美，而是一种对于美国的怀疑情绪。这一次的会面跟这一次郑主席的当选，他当选主席这件事情，他有绝对的联动性。郑丽文能上来，主要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气息的之争，但这个派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再说一次，国民党是人身孤立关系形成，但是国民党的党员，尽管他跟台湾社会的这个普遍的样态差距甚远，他66%以上的党员是65岁的老党员，尽管你可能说他有很多人头党员，但是他依然有他一定的自主性，这一点大家是不能完全回避的。所以朱立伦呢，相当于他几乎没有所谓自主党员的支持，尽管你可能是某人的人头党员，但你投票的时候你自己跑票可不可以呢？他愿意当那个人头，也代表说他对国民党有一定的支持吧。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慢慢汇聚焦到郑丽文跟当时郝龙斌郝龙斌被认为是朱立伦的代理人，那背后是赵少康所形成的一个主流，就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是这样一个概念。他的当选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对国民党过去几年路线的修正嘛。第一个，他公开在选党主席的时候，刚好我是中国人，他高喊要两岸要重启交流，主要是国共两党要重启交流。所以他把国共论坛要复活，这是他的政见。这一点就跟马英九在12年选举的时候，就是选大选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马英九是大选获胜之后，他才去做新加坡会谈的，而郑丽文是他在选举的时候，我就提出我的纲领，就是我要把两岸给带回来，把这个元素给带回国民党，这个很不一样。所以他和他的力量所在，党员们就授权你干这事嘛。你要做两岸交流，你要加强，你要做两岸的会面，那党员同意了嘛？同意你就去干。可是郑丽文刚上来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建制派的强烈反扑，所以我把它戏称为从去年11月1号开始国民党党主席在选第2轮，这个呢选完的人已经各安其位了回去当立委的回去当立委该假装退休的假装退休，当校长当校长反正大家就去嘛。但是呢，没报名但假装退休的人突然就回来了这就很麻烦了。他开始第2轮嘛，他开始这个集结一群人，每天呢
好，就在那边攻击郑丽文啊，好，郑丽文这个不对，那个不行，这个什么，他的笑声太魔性，这个也不行啊，反正啊，就各种攻击吧，好，反正都能骂。这个东西到目前依然激烈哦，甚至引申为对我个人的批评啊。我相信啊，这有在看历史哥直播的啊，你就把这名字打在公屏上啊，或者呢啊留在我们 YT 的留言区，你就写出来，大方写出来啊，这个有自信一点。这个延伸到了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根本改变？3件事，第一个。国民党的地方选举，因为就是今年这个台湾又进行地方大选，他的提名作业，他们拿这个来攻击郑丽文，结果郑丽文严守了党中央党章党规所规范的方式，推行了这一些所谓的这个遴选的制度，包括所谓党员投票啊、民调啊等等方式，撑过去了，结果竟然意外的蛮符合党员或者是一般老百姓当中的心中的期许啊，所以他照这个制度走过来。其实增加了他的正规性。其实讲退一万步讲，郑丽文哪有什么政治实力，跟你在那边玩什么党主席钦点谁，他就没人，你在那边叫钦点，他点谁呢？所以他也只能严守党规。还有郑丽文这个人，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他对于规矩制度他是有他的一套见解跟看法。这个他多次讲过，他在我节目上也讲过。第二个事件就是萧旭陈氏，美国的力量透过了爱新觉罗这把刀杀过来的时候，结果郑丽文用很快速的时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处理啊，就是我们这次要谈的这个两岸党首的会面。两岸党首这个会面，其实很大程度的加持了郑丽文在国民党内部的一种权威性。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要见，结果大陆还真的回应说 OK， 我邀请你来见。之前我记得这件事情还不一定呢，因为之前好像那个吴子嘉吧，还是谁说那个郑丽文说啊，你都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这个对岸怎么会见你，对不对？哎，对，所以现在吴子嘉可以去这个隔壁的猪头山店报道，看你可以卖几两。其实肖哥，我跟你报告，台湾这种鬼扯淡的这一些名嘴哦，他可以每天鬼扯淡、胡说八道，然后各种政治目的、各种收钱，他可以继续的啊。台湾就有一群傻子，每天被骗嘛。所以名嘴有多坏，好是听众跟观众决定的啊！你要当傻子，我也没办法啊！你如果多收看导连线，你就变聪明啊！这你自己选择。这件事其实我自始至终就知道这事会成的啊！当然，这我有自己的消息管道跟其他的一些状况，但是我的判断，对岸只需要确认3件事：第一，郑主席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郑丽文虽然去过大陆，但他很少去他上次去就05年那一次，因为他晕机啊，所以他真不敢去啊。第二个。郑丽文到底在目前国民党内能不能够镇得住场？第三个，他到底来想要讲些什么？这就是3件事。这个是大陆这边想弄懂的，因为确实陌生。我再讲一次，确实陌生。因此中间有非常多的两岸穿梭的好朋友，大家都在协助在解决这件事。大问题就是大陆真的不知道。到底郑丽文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这一点是大陆最困惑，但我们大陆的同学应该都很清楚。大陆对这个人这个事情本身他很重视，尤其在严肃政治场合的时候。所以这3件事后来经过一些方法发现都解决了之后，他就回补到这次郑习会有确切的一个消息。而且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什么叫气运来了？这时候的川普送了个大礼啊，他自己把中东搞成一国烂州，虽然送了很多流量。所以呢，自己说我改5月14号来吧，所以呢，这一改，时间就腾出来了。一腾出来，新华社是早上10点说欢迎郑主席一行，而且当时国台办是受命发布，受是接受的受，代表来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受命。其实据我所知，国民党也是1个小时前才知道的。那这是当天早上决定了，1个小时后通知，1个小时后发布，节奏是非常快的。其实据我理解甚至大陆的这个官方的系统到目前至少在公布的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确认到底郑主席会在讲话当中，在党首会面讲话中他在讲些什么，就玩这么刺激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更凸显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它相当于要来扭转过去10年以来国民党一直在无法完成一件事，就是两岸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国民党要担起那个两岸的桥梁，要担起那个领导台湾内部愿意做两岸交流的那一个历史使命跟角色，而前面几个党主席没有人做到，甚至还出现了大陆老百姓观感非常差的事情，比如说黄之锋见了谁我就不说了，诸如此类的事件。
所以这是郑丽文跟前面这一些人他有所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得到了这个党员的授权过半了嘛，他也愿意做这件事，而且他在讲述这个会面的时候，他讲了3点嘛，反对台独，奉行9·2共识，并且呢，全球都是一中政策。这个在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宣讲里面是很少出现全球奉行一中政策的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相当于把它再往前再线索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历史哥反正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这个样子，就是说，1949年以来吧，两党的这个高层交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子，它其实说两党的交流，它一直就不是一个线性的和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是总是期待说两岸的交流一定是顺风顺水的，或者一定能够如大家的期望，而是这里面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两岸的关系，我一直以来呢也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两岸关系其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我怎么说呢，附加品。如果不存在中美关系的话，其实呢，两岸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说，两岸或者说两党的交流，我觉得一直是在3种状态之间反复切换吧。第一个是完全冻结，第二个是用党对党，或者说一种准官方的渠道去替代被卡死的这种渠道，就是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可以通过跟国民党的交流，实现跟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交流。然后第3呢，就是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那么党对党的渠道，还有两岸的制度性建设，它就会得到一个加强，这也就能够决定交流能不能够进得去。其实不只是说这是领导人的就是个人意愿吧，我觉得一直以来它就是被台湾的一个内部的政局，然后呢大陆的一个统一战略，然后国民党的一个你说内部的一个路线斗争，或者说像刚才历史哥你说的这个山头斗争吧，然后呢再加上像这个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然后呢还有一个台海的一个安全的态势，因为台海的这个安全态势呢，其实不单单是说两岸的安全态势，每次只要是这个第一岛链上面发生了一个安全状况的话，其实都会让台海的一个安全局势变成一个在台湾岛内非常激烈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最后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两岸的经济互相依赖的这么一个程度，它其实是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的，所以完全不能够简单的被总结为这就是一个和解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历史。这一次呢，郑丽文的访问大陆，我觉得可以至少看到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可以让大陆或者是大陆的人民看到，或给大陆的甚至是官方一点希望，就是让大家知道 OK， 现在国民党内部的对话派、和解派，或者说呢叫做这个中华民族认同派，它在一点点的往上涨，它在逐渐的获得一个主导权。我觉得如果说郑丽文的这一次访问是成功的，而且今年的9合1选举也是成功的，那么我觉得郑丽文是可以坐稳的，甚至说我觉得之前的很多山头有可能在今年过后可以慢慢的被消解掉。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它会让这个民进党啊，在这一次过后呢，也有可能让民进党开始去调整它的一个你说战略或者政策。因为一方面他肯定会继续抹红国民党，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只要继续坚持所谓的这个什么抗中保台的这套叙事，那他肯定是需要去抹红郑丽文。但是呢，同时呢，他又需要去扛住今年的一个选举的压力。如果说今年他的选举又不成功，9合1选举又不成功，那么赖清德会非常非常被动。那赖清德可能也需要去检讨他自己的一个两岸政策，或者说他是不是还要搞得这么极端。但是赖清德是不可能惩罚自己的，不可能说自己去道歉的。所以呢，围绕在他周围的一些虾兵蟹将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冲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探讨的。然后第3呢，就是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它也可以不再只是一个对抗的叙事，因为此前受到赖清德的一个影响，两岸关系几乎只剩下一个对抗叙事。那么如果说这一次郑丽文可以有一个比较成功的访问，对于北京来说，对于台北来说，都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其实不是只有对抗的道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如果得到一个更加良好的一个宣传，在台湾岛内也
是否可以逐渐的去改变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呢，最后我们也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回到最开始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台湾问题整体来说，它还是中美大的关系的以下的一个附属品。所以说，哪怕郑丽文的一个成功访问，并不能够直接去改变今天，太平洋上面的一些政治局势。这个政治局势可能还是需要中美领导人去进行一个推动，而这个推动会反作用于台湾，可能这个反作用于台湾，它的重要程度会和郑丽文的登陆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也是我想要跟历史哥你去进行的一个分享。我做一点回应哦，也作为今天的这个总结啦。当然，我们得承认，就是郑丽文访问大陆能够带来多少具体的成效，或者立刻立竿见影的改变两岸关系，我觉得这都是痴心妄想。两岸坏了10年，在民进党的层层叠叠的推动，你看还搞了这么多人，蔡正元博士都去坐牢了，这东西它本来就很难解决，你没有执政权，你很难。郑丽文能不能够整合整个蓝营，都是一个他的挑战嘛。所以我说蓝白合会推倒赖清德，但蓝白合之前你得先蓝内合啊。好，这个蓝内合就是郑丽文很大的一个挑战，确实。但是他作为一个党首，他勇于认识，并且勇于去叙述他的论述的能力，确实，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远在前几任主席之上。也基本上我目前看来，国民党里面大概也没几个主席有他这样的一个能力，论述的能力。因为国民党已经很久没有出论述人才了。国民党最能讲理论的其实是第一代孙中山嘛，再来老蒋，他这个军人他根本就不会论述，他会写日记，他不会写论述。老蒋很能讲啊，很能写日记啊，但这几年谁写日记啊？再来这个小蒋啊，小蒋是个做实事的人啊，他基本上他不太去讲理论的东西，他讲实践。啊，他作为尼古拉斯奖啊，我们都知道他有过很实践的经历。那再来李登辉，李登辉很会讲论述，但是李登辉他把精力用在对抗他内部，还有呢就是简单讲用本土化来包装台独化的过程，还有维系他的个人权利。再来呢连战哦，他能够做一些行动，他是一直都是行政常才吧，但是他本身在论述这方面也不是他的专项。那马英九更别说了，马英九本来就不是一个论述常才，所以到了朱立伦或者是吴敦义啊，或者是洪秀柱，本身都又失去政权，它的代表性又更弱，而且再加上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讲出非常强有力。其实洪秀柱有试着要做，但是那个环境跟时空背景确实不容支撑他去做这些所谓的两岸的一个陈述工作。而郑丽文他确实能够讲出一些他的道理跟他的逻辑，他能够去具体呈现他做这件事情，他有个大的纲要、内容跟行动。他唯一的问题是替他讲话的人太少了，翻译他的讲话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人太少了。但是整体来讲，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证明自己。可是至少他能做，他也敢做，他也愿意做，而且他真的做。所以我觉得大陆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非常欢迎他到大陆来走走，也愿意给予他最高的规格。我们知道他先到了就先去谒中山陵，而你看到他谒中山陵之前，他在台湾谒了谁的陵呢？谒了蒋介石的陵，去了什么？去了这个慈湖嘛。而他呢就直接说，今天特别来跟蒋总裁报告，来具体陈述他在两岸交流的。他说要跨过这个仇恨。4月12号，1927年，大陆叫做412反革命政变，我们台湾叫做清党，那是国共分裂的开始。这一次的4月10号刚好是郑丽文主席一行最后一天。今年是2026年，99年。很多事情我们常说过了100年已难回首，而99年刚好在这个时期。我认为选这个时期是有深意的，我认为是北京刻意去挑的，在99年这个时刻，我也把这件事给郑主席讲，具体他会不会把这个放到他的讲稿里面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敏感性。那再来呢，因为他主打的就是要两岸要和解而当选了党主席，再加上主打这个他已经做出这个行动，如果叫刚才王小所讲的，你在26年选举胜利的话，相当于是百姓给人一个授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间接的授权没有错，但是它依然是一种授权。这个在我们讲这个德摩克拉西里面的这个西式民主政治里面，他很重视这个的。但是对于他冲击28年两岸的议题，就会从对抗叙事转向和解叙事，就至少国民党有这样的一个回升的余地。而现在跟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民众党，他也主张两岸一家亲嘛，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空间。而民进党会主张两岸要对抗，就抗中保台。
那就是一个火车对撞。我非常期待28年，如果是这个火车对撞，那就很好，那就回到再 echo 到上一层。中美大叙事之下，它映射到台湾的时候，它的冲击性很强。可是你台湾是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结果。就浪打来的时候，你是站在冲浪板上，还是你抱着冲浪板，还是你正在跌倒啊？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嘛。你自己用什么姿势去迎这个浪，这是很关键的。就像我们两个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当这个浪形成的时候，对我们在后面评论的公信力它是有影响的。大家知道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很乐见这一次的郑丽文一行是成功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对于缓解两岸当前的紧张，跟创造第二渠道，或者说恢复这个两岸交流渠道 ，make 两岸交流 great again， 这个是有用的。整体来讲，我是看好这件事情的啦。那所以也祝愿就是两岸可以更好啊。那这个今天聊了很多了啊，那也希望借由这个岛岛连线啊，可以让大家更多的理解啊，两岸也是可以连线的。对，好的，好的。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一次的郑丽文女士访问大陆的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有什么观点，还有自己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对我们的话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变得更强。超越极限，我们下回相见，拜拜，拜拜。